大家好，我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蒙太奇是一种电影镜头的组合理论和手法。我们在描述一个主题时，可以将一连串的镜头组接在一起，产生各个镜头单独存在时不具有的特定含义和隐喻。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电影就叫蒙太奇，片中最关键的轨迹也用到了蒙太奇的手法。希望看过原片的小伙伴不要剧透，以免影响别人的观看体验。我们的主角小白是一名韩国刑警。这天，他和同事大傻来拜访一位独居女人阿珍。阿珍的女儿小宝在15年前被人绑架并撕票，这起春种儿童诱拐案至今未破，绑匪依旧逍遥法外。这些年来，同是案女的阿珍和负责调查此案的小白，从未放弃过追查绑匪的下落，却始终一无所获。这份横跨15年的追凶，终于要走到尽头了。原来就在下周，春种儿童诱拐案即将到达追诉期限。在当时的韩国，悬而未决的刑事案件会在15年后丧失司法制裁权。一方面，案件过去太久，当事人的记忆会扭曲，证据也无法妥善保存，继续追查下去，非但不能找出真相，还可能伤及无辜。另一方面，刑罚的必要性也降低了，整整15年，犯人应该早就忏悔了，被害人也该释然了。小白他们离开后，阿珍带着遗属出局，到一个大树前祭拜女儿。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到这儿来，换上一双崭新的鞋子，就像女儿还在世时一样，为她仔细系好鞋带。15年来，这位母亲心中的悲伤和怨恨没有半点消减。第二天，内心愧疚不安的小白也来到当年小宝遇害的事故现场，往事再度浮现在眼前。小白突然发现，不远处的道路旁静静躺着一束白花。难道是阿珍来这儿祭拜过女儿？可自从事故发生后，阿珍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而且刚刚我们也看到了，阿珍祭奠小宝带的是雏菊，而现场发现的是白菊。知道事故地点的人，除了警察和阿珍以外，就只有绑匪了。小白的心里咯噔一下，难不成这个混蛋仗着追诉期快到了，时隔15年重返案发现场了？小白看向不远处的监控探头，今天是7月14日，距离追诉期终止只剩下最后5天，他终于得到了破解绑架案的最后机会。回到警局之后，小白先化验花束，发现上头就只有小白自己的指纹，他只好又拉着大傻一起检查监控。发现7月14日凌晨1点13分，有个穿兜帽、戴白手套的人将那束花放在了路边。可惜监控像素实在太渣，根本看不清那人的相貌，我们暂时叫他神秘人吧。小白拉着大傻勘验现场，果然在附近的河堤发现了轮胎印。想必神秘人为了隐匿行踪，把车停在这儿，再步行爬上公路，反侦查意识非常强。更巧的是，15年前的绑架案中，绑匪就是把偷来的面包车丢弃在这里，所以这个神秘人十有八九就是绑匪。从山下走到停车地需要15分钟，加上开车到河岸的时间，全部加起来有20分钟。那么7月14日凌晨1点40到50这段时间，绑匪的车就一定会出现在这条公路上。由于路段没有监控，小白只能寄希望于其他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可来来往往的车辆少说也有几百辆，未必每辆车都装了记录仪，这得找到啥时候？小白本想申请支援，可他得到的却是领导的责骂。无奈之下，小白只好拉着大傻逐一排查。终于找到了安装行车记录仪的司机，破获悬案就在今天。想想也是，绑匪具备极强的反侦查能力，怎么可能忘了摘掉车牌呢？尽管没查到车牌号，但小白得到了3条间接线索：第一，绑匪的汽车型号；第二，大傻对比过轮胎印，发现两边磨损程度不同，说明神秘人最近刚换过车胎；第三，挡风玻璃的左下角有一个特殊标志。根据这些条件，二人兵分两路。大傻去查二手车市场，小白则去马路上逐一排查。两人就这么一边找一边扩大搜索范围。转眼间到了7月18日，距离追诉期终止还剩最后9个小时，可调查没有丝毫进展。阿珍特意跑了趟警局，看看有没有延长追诉期的机会，刚好和大傻擦肩而过。听着小白在市场调查，他就跟过来看看情况。正当小白即将陷入绝望之时，马路对面的一辆黑车吸引了他的注意，车型和绑匪的一模一样，挡风玻璃上也有同款标志，左侧车胎也是崭新的，错不了，这就是绑匪的车。不远处，一名黑衣男子看了小白一眼，立刻转身就跑。小白见状，立马追了上去。二人在大雨中你追我逃，穿过拥挤的人群，绕过9曲18弯的小巷。小白几次跟丢，却凭借运气和直觉追到了一间饭馆里。尽管对方用展开的报纸把面孔遮挡得严严实实，但他浑身湿透，就连攥着报纸的手也全都是水渍，显然就是小白刚才追踪的神秘人。小白和神秘人隔着桌子对峙，同时大傻也收到消息赶到饭馆。绑匪见大事不好，一把将老板娘推向小白，然后一下窜到门外。小白紧随其后，穷追不舍。7
即便小白记住了车牌号，也对破案没有半点帮助，因为绑匪车上那块牌子是他从废弃车上拔下来的，距离追诉期截止就剩最后2个小时，现在做什么都来不及了。长达15年的调查长跑就这样不了了之。小白心中有愧，不顾局长的劝阻，决定引咎辞职。小白将所有相关案卷都带去天台，打算烧个精光。看着火焰中绑匪的画像，他的心中满是悔恨和无奈。可还有一个人没放弃追寻真相，那就是阿珍。他似乎发现了绑匪的线索，向小白索要几个人的联络方式。与此同时，倾盆大雨瓢泼而下，将燃烧的卷宗熄灭。就连老天都不想小白轻易放弃，不只是为了伸张正义，绑匪逍遥法外1天，其他孩子们就不会安全。第2天，一辆黑色面包车缓缓行驶在幼儿园放学的必经之路上，司机一袭黑衣，戴着白手套，面部被黑色宽檐帽遮掩，看不真切。他尾随一个小男孩，一直跟到了阶梯上。这个黑衣人是谁？是15年前的绑匪，打算再次犯案吗？咱们带着这个疑问接着往下看。这天上午10点左右，老邓带着孙女小春在居住区的公园玩耍，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老邓寻思着，反正也没几步路，干脆让孙女自己玩会儿，就小跑回家接电话。没想到他刚要拿起听筒，铃声停了。老邓也没多想，正要回公园，鞋都穿好了，铃声却再次响起。等他再进屋，铃声又没了。就这样来回几次，他终于在铃声停下之前接到了电话。可万万没想到，听筒里已经传来外孙女小春的呼救声。老邓大惊失色，连忙跑回公园。可惜为时已晚，小春已经不见了。这个拐卖儿童的套路，我是真没想到。还好现在大家都用手机了。1小时后，老邓的女儿大春接到电话，赶回家里。可直到下午3点，这对缺钙的父女才终于拨通了报警电话。警方在眼镜哥的带领下，立刻赶到绑架现场，一边安抚老邓和他女儿大春的情绪，一边迅速布置监控和定位器，还指挥老邓还原案发经过。正在这时，灌木丛里突然传来电话铃声，老邓一顿翻找，竟然找出一部手机，这显然是绑匪为了联系他故意留下的。另一边，阿珍来到昨天爆发骚乱的饭馆，从老板口中得知，老板娘摔伤住院了。当时他正在厨房炒菜，夫妻俩应该都没看清绑匪的面目。好在线索并未中断，当时绑匪逃得匆忙，竟然把雨伞落在了饭馆里，上面赫然印着飞驰储蓄银行2011年服务1等奖的字样。阿珍来到银行，从前台处得知，这把雨伞是银行送给优质顾客的纪念品。阿珍知道这些银行不会在明面上透露客户隐私，想拿到名单，多少得用点超能力。经过一番旁敲侧击，前台终于心领神会，下班后带着客户名单和阿珍完成了交易。阿珍根据客户的性别和年龄筛查出几个可能是绑匪的嫌疑人，可惜名单里并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无奈之下，阿珍只好给小白留言，希望得到警方的帮助。然而小白那边却无人接听，阿珍只好求助于旁门左道，根据名单逐一排查，笃信绑匪就在名单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被绑架孩子的母亲大春终于接到了绑匪的电话，对方的声音扭曲，显然用了变声器，无法判断他的年龄和性别。绑匪让他明早准备5000万韩元作为赎金，否则就等着跟女儿收尸吧。大春听从警方的指使，提出要听一听女儿的声音，以确保人质安然无恙。没想到绑匪直接挂断了电话。通话时间实在太短，警方无法锁定绑匪的位置。受到巨大冲击的大春当场晕了过去。原来他曾经做过心脏手术，根本遭不住这般惊吓。祸不单行，被绑匪牵扯住经历的警察这才发现老登居然也不见了，这下坏了，一个昏迷，一个失踪。绑匪要是再打来电话，谁来接呢？没人接电话，绑匪必然起疑。好在技术员超常发挥，成功定位到绑匪的位置，在马浦区星点公园的电话亭。眼镜哥带队秒出警，可等他们赶到现场，电话亭里早已空无一人，指纹被擦得干干净净，现场只找到了一些头发和一截烟头。由于公园地处偏僻，周围自然一个目击者都没有，显然这一切都在绑匪的算计之中。眼镜哥这才意识到他们遇上硬茬了。警员老黄发现了滑点，刚和大春和绑匪通话时，他听到了喇叭和车流声，好像身处闹市。可公园位置偏僻，距离车道很远，刚刚他们在现场也感受过，连蝉鸣都比喇叭声大，和通话里的环境音截然不同。但技术员非常笃定，电话就是从那个电话亭拨出的。为此，他还查过公用电话的通话记录，时间点和通话时间完全符合。然而，警方还是暂时放下了这一疑点，因为救援黄金24小时即将截止，一旦超出这个时间段，小春生还的几率将减半。这个绑匪如此谨慎和熟练，眼镜哥怀疑他并非初次犯案，于是派老黄调查相似案件。夜幕降临，终于苏醒的大春接到了绑匪的电话。绑匪表示：“你不是想知道女儿的情况吗？3分钟后会有一辆垃圾车经过门口，你想要的东西就在车里。要是阿珍和小白在这儿，肯定会同时惊呼出声，因为15年前的春川儿童诱拐案中，绑匪也用过同样的手法。”
不只是手法，就连照片的背景墙，还有小春身边的电视，绑匪提供用来装赎金的军用背包，都和15年前的照片里一模一样。难道是当年的绑匪再度犯案？老黄那边的发现佐证了这一猜测。他查到了15年前的春川诱拐案，据说两起案件极其相似，便特意跑了一趟当时的管辖警署。然而案件追诉期已满，相关案卷都被销毁了，只剩下一张嫌疑人肖像。老黄不得已，只好直接找当时的负责人小白。小白听完，直接窜了起来，赶紧翻出那天没烧完的案卷。原来不只是阿珍，他也没放弃过追凶。小白给老黄介绍起当年的案情，绑匪要求阿珍在中午12点把装满了5000万赎金的军用包放到火车站龙山站的柱子下面。随着火车到站，成群结队的军人鱼贯而出。尽管警方已经在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但场面太过混乱。当警察穿过人群，打开军用包，里面的赎金全都变成了废纸。显然是绑匪穿着军装混进人群，趁乱调包，将赎金取走。绑架小春的人能完美复制当年的作案细节，所以小白笃信他就是当年的绑匪，仗着犯罪手法完美，打算故技重施。与此同时，大春也接到了绑匪的电话。对方果然要求他中午12点把赎金装进军用背包里，放在龙山火车站柱子底下。眼杰哥立刻带队前往车站。小白的作为顾问返回警队，坐老黄的车去车站会合。途中，老黄继续问小白，绑匪从车站溜走后发生了什么？小白的思绪再次回到了15年前。原来警方准备了双保险，那5000万赎金其实是警察准备的假钞，等绑匪把赎金花出去，就能顺藤摸瓜将他抓获。除此之外，警方也在各个路段设置哨卡，逐一排查过往车辆。然而，如果要是让记者知道警察用假钞，置人之安全于不顾，那局长的乌纱帽怕是保不住。怒急攻心的他要求全面封锁消息，撤掉岗哨，全力追查假钞流向。小白建议在阿珍家里留个警察，以防绑匪再打来电话。小白还是放心不下，于是独自来到阿珍家里，只有录音设备还在运作，阿珍却不知所踪。就在警察撤走后不久，阿珍果然接到了绑匪的电话，听到女儿小宝的哭声，阿珍当场绷不住了。原来绑匪看出了赎金是假钞，但他也不愿意就这么撕票，打算再给阿珍最后一次赎回女儿的机会。在绑匪的指示下，阿珍没敢通知警察，独自带着赎金和一个黑的塑料袋，开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上，把塑料袋套在头上，无论听到什么都不得把袋子摘掉。看来绑匪是打算亲自取走赎金。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一辆独眼面包车就出现在后方，而从通话录音里得知来龙去脉的小白也正疾驶在前往交易地点的路上。老黄听得聚精会神，他并不像是你们一样满脑袋问号。既然拿到了赎金，为啥还要撕票呢？急着想听下文，但小白的讲述却在这里戛然而止。无论老黄怎么追问，他就是闭口不言。看来这件绑架案的背后另有隐情。一方唱罢一方登场，此时的龙山站已经被警方布下了天罗地网。大成也遵照绑匪的要求，将一大包赎金放在柱子旁，只等对方自投罗网。今时不同往日，不光警力比15年前多了几十倍，为了防止绑匪逃跑，警方还在包里放了追踪器。另一边，老黄和小白另辟蹊径，提前登上了开往龙山站的列车。如果绑匪的模式没变，那他此刻必然在这辆列车里。果然，小白注意到有个行踪诡秘的人在龙山站的前一站上了车，然而他俩被乘客挤得动弹不得，直到列车进站都没能抓住疑似绑匪的人。大批军人涌入车站，场面一片混乱。很快，警方就监测到装赎金的背包开始移动，显然绑匪已经得手了。眼镜哥立即下令封锁车站。奈何对方的反侦查能力实在太强，他竟然轻易找到了追踪器，并将它放在了铁轨上，然后显然又显得钻过列车和轨道的缝隙，悄然离开了现场。随着列车启动，追踪器被碾成了碎片，绑匪就这样从警方视野中消失了。然而绑匪千算万算，还是算漏了一个人，那就是我们的主角小白。他带着老黄向着车站的反方向前进。让他被绑匪逃走后，小白反复研究了很久，终于找出了绑匪逃跑的必经之路。只见一个背着包的背影正向远方逃遁，小白和老黄当即拍马赶上。绑匪似乎有所察觉，一扭身钻进车厢。小白当即决定和老黄兵分两路。小白继续紧追，却始终无法缩短距离。老黄则抄近道拦截，一招猛虎下山，竟然也被对方轻易闪过。这场速度与技巧的较量终于来到了决胜时刻。万万没想到，绑匪竟然是小春的外公老邓。失踪几天的老邓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这几天他都做了什么？为了解答这些问题，让我们把时间倒退回几天前。老邓捡到绑匪留下的手机，跟随指示来到郊外。不远处的仓库里依稀传来了外孙女小春的呼救声。老邓赶紧解开铁锁，拉开大门，可里面只有一个假人，呼救声也是事先录好的录音。老邓的心里咯噔一下，刚想往外冲，身后的铁门却已缓缓关闭，把他锁在了仓库里。本来是来找外孙女，这下可好，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他本以为自己会饿死在这里，最后像孤立的人生一样发烂发臭。可没想到，刚第二天，铁门就又打开了。老邓赶紧跑回车里，在副驾发现了一张绑匪留下的字条，让老邓11点半到导航指定的地点待命，否则就等着给孩子收尸。老邓只好穿上迷彩服，代替绑匪来车站取赎金，却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没能按照绑匪的要求将赎金扔过高墙，小春也自然还在绑匪手里。审讯室里的老邓将这一切都向警方和盘托出，求他们救出小春。他的证词乍看没有破绽，其实却疑点重重。首先，绑匪用来联络的手机被他扔进了汉江，尽管老邓说是绑匪让他扔的，但没有那部手机就无法验证其供词的真实性。其次，眼镜哥发现老邓抽完烟会轻轻摩擦熄灭烟头，留下完整的烟蒂，这和警方在电话亭里发现的烟蒂简直一模一样。眼镜哥派出了一个探组去老邓居住的老宅勘验，果然有了重大发现。老宅的墙纸和老式电视机赫然和绑匪照片里的一模一样。最后，小春被绑架以后，老邓不让女儿报警，说只要乖乖听绑匪的话，小春就一定能回来。所以他们直到下午3点才报了警。综合以上3个疑点，难不成老邓就是绑匪，而所谓的绑架案不过是他自导自演的骗局？可他这么做的动机又是什么呢？为了查明真相，警方开始深挖老邓的底细。老邓原本是一家电子公司的工程师，兢兢业业20年，终于把公司干倒闭了。失业后的老邓醉心于致富经栏目，决定回老家养猪，却在事业上升期遭遇了口蹄疫。之后，老邓离开故乡，试图在大城市开启事业的第二春。为此，向银行申请优惠贷款，却被同一个职员拒绝了好几次。而这个拒绝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女婿小春的父亲。难不成老邓绑架外孙女是为了报复女婿？那可真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把亲闺女都搭进去了。案发当晚12点，监控拍到老邓驾驶女婿的车强行通过首尔收费站。可按照老邓的口供，此时他应该被困在仓库里。最关键的证据是烟头，上面找到的 DNA 与老邓的完全一致。眼镜哥认定此案和15年前春川儿童诱拐案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没必要将两案并案处理。所以眼下只要老邓认罪，交代小春被关的位置，警方就可以宣布结案了。尽管老邓死不认罪，但警方相信他迟早会松口。都沉浸在大案将破的轻松氛围里，只有一个人显得格格不入，那就是我们的主角小白。小白认为调查过于顺利了，简直就像有人故意把线索往警方怀里塞一样，而且这些线索连在一起，看似构成了逻辑闭环，但拆开分析，其实全都存疑。先看烟蒂，绑匪是个极其谨慎的人，他擦掉了电话亭里所有指纹，却唯独留下了自己的烟蒂，这合理吗？再看收费站拍到的照片，由于车速过快，摄像头根本就没拍到驾驶员的脸。然后是绑匪拍摄的照片，拍摄地点确实是在老邓家，却无法证明拍照片的人是老邓。如果当时他被困在仓库里，那随便谁都能带着小春去他家里拍照。最后一点，如果绑匪不想留下指纹，打电话的时候戴手套不就行了？为啥要大费周章把指纹全擦光呢？原因很简单，绑匪想误导警方的调查方向，擦光指纹就可以缩短调查时间，留下烟蒂则是为了嫁祸给老邓。绑匪一直在暗中观察老邓一家，钻空子绑走小春，再嫁祸给老邓，还威胁老邓用15年前相同的手法交易。如果计划顺利，等警方抓住老邓，绑匪早已带着赎金逃之夭夭了。另一边，阿珍顺着线索找到一间位于郊区的小屋，见屋里好像没人，他便大着胆子走了进去。小屋里昏暗异常，又破败不堪。在这里，阿珍发现了2条重要线索。第一条线索是相册里的2张照片，第一张拍摄时间是97年3月，一名坐在轮椅上的病恹恹的女孩双目无神地看向镜头。第二张则拍摄于8月，女孩的气色有了明显好转。第二条线索是墙上的挂历，7月19日被人做了记号，而这一天正是春川儿童诱拐案公诉期满的日子，房主十有八九就是害死小宝的绑匪。阿然看到人影并不惊慌，反而抄起地上的菜刀，化怒火为力量，向着人影刺了过去。另一边，小白为了查明真相，独自驱车来到老邓被关的仓库，果然找到了假人和摔坏的录音机，甚至还有录音带。小白拿着录音带找朋友帮忙复原，发现其中一段波形异常。经过处理，发现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教孩子呼唤外公。看来老邓果然是被陷害的，录音里的人才是真正的绑匪。与此同时，老邓已经被押往看守所，他的相貌也会随着媒体的镜头，以绑架外孙女的绑架犯身份登上头版头条。这无疑是对人权的践踏。可面对小白的指责，眼镜哥只是笑了笑，然后随手把录音带扔进了垃圾桶，奉劝小白好自为之。至于失踪的小春，警方猜测已经被老邓杀人弃尸了，到时候数罪并罚，判个15年不成问题。见小白还要闹，眼镜哥随手将一份文件扔在了地上，里面是声纹分析鉴定书。尽管用变声器掩盖了音色，但电话里绑匪的声音波形和老邓的几乎一模一样。双纹具有特定性和相对稳定性，和指纹一样，能起到身份识别的作用。面对如此铁证，小白先前的嫁祸论就站不住脚了。
但他这个人就是轴。如果绑架小春的是老登，那15年前绑架小宝的也是他吗？小白趁眼睛哥不备，偷偷拷了一份声音文件，然后再次找到朋友帮忙。朋友不负众望，立刻发现了滑点。通话双方的语音不协调，受害人的声音正常，但绑匪那边则全是杂音。就算他用了变声器，也不该这么嘈杂。紧接着，他们又拿出了15年前小白寄存在这里的绑匪录音做比对，竟然有了惊人的发现。第一，两个绑匪的声纹完全一致，可以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第二，在绑架小春的绑匪说话前，能听到按动录音机按钮的声音。第三，绑匪声音浑浊，但环境音十分清晰。综上所述，是有人在利用15年前绑匪的语音犯案，难怪声音如此浑浊嘈杂。估计大家已经发现了滑点，15年前那个绑匪的声纹和老邓相符，不就说明老邓就是绑架阿珍女儿的真凶吗？而如今老邓肯定不会自己陷害自己，那么新出现的用录音带作案的绑匪又是谁呢？录音带保存了15年，又反复播放过很多次，难免会发生变质。而用这盘录音带还会不停播放的只有一个人。原来导演运用了蒙太奇的手法，阿珍那条线发生的时间其实是在小春被绑架之前。那天阿珍找到的破屋正是老登位于郊区的家，窗外的黑影就是老登，他确实就是15年前儿童诱拐案的绑匪。害死女儿的真凶近在咫尺，阿珍举起尖刀却迟迟没有动手。看着老登和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阿珍的心里满是怨恨。凭什么杀人犯可以逍遥法外，尽享天伦之乐，而受害者却独自被折磨15年？一个恶毒的计划在阿珍的心里生根发芽。既然春春儿童诱拐案追诉期已经截止了，那他就用相同的手法制造一起同样的案件，再嫁祸给老登，让他为15年前的罪行付出代价，这才有了小春被拐案。小白通过手机定位找到了阿珍的藏身之所，小春果然和他在一起。阿珍非但没有虐待小春，反而把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照顾，难怪视频里的小春看不出半点恐惧。对于阿珍这种做法，小白表示情感上可以理解，但原则上无法接受，再怎么样也不能犯罪啊。阿珍苦苦哀求小白，假装对此事不知情，直到老登接受审判，被关进监狱，为15年前的事付出代价，他自然会放小春离开。虽然法不容情，但小白最终还是答应帮阿珍隐瞒绑架的事，还带走了小春。他独自来到看守所，质问老登15年前为什么要绑架小宝。日历上做记号的7月19日是他的女儿大春完成心脏畸形复合手术的重生之日。大春胸口的刀疤就是动手术留下的，而恰好也是这一天，阿珍失去了心爱的女儿。时间回到小宝遇害当晚，老登开着偷来的面包车来到和阿珍约定的交易地点附近。小宝假装缺氧昏迷，趁机刺伤了老登，扭头就跑。可就在逃跑途中，小宝不慎被木桩绊倒，顺着山坡滚了下去，恰好落在了小白车前，吓得他大惊失色，紧急打弯。等阿珍摘下头套，映入眼帘的是小白翻倒的汽车和女儿伤痕累累的尸体。小白被困，小宝死亡，阿珍沉浸在悲痛当中，而老登则趁机带走了赎金，用这笔钱完成了女儿大春的手术。这就是15年前春春儿童诱拐案的真相。自从小宝死亡那天起，老登就一直算着日子，就等着追诉期满的那天。他在小宝遇害的路上献了白花，也并不是在忏悔恶行，而是在自我慰藉。小白质问老登，怎么能为了自己的孩子就绑架别人的孩子呢？没想到老登却反问小白，你又没有孩子，怎么知道危在旦夕的孩子在自己怀里日渐虚弱的感受？如果阿珍和他一点而处，相信阿珍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况且他本来不想撕票，是那个小丫头自己瞎跑摔死的。正如阿珍所料，老登根本毫无悔意，直到现在他都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小白也终于意识到，眼前的男人根本不是受害者，而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但一切并没有在7月19日那天结束。只见小白翻开笔记本，里面赫然写着认罪的供词。小白用小春的性命逼老登承认绑架的罪行。最终，老登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而小白则根据老登的口供，在仓库后面找到了小春。大仇得报的阿珍终于获得了迟到15年的平静。他带着一束黄色的雏菊来到小宝的祈福树前，和往常一样换上新鞋，抱着大树陷入了沉思，不禁回想起了给小春拍照的那晚。透过相机镜头，他仿佛看到了已经离世的女儿。蒙太奇的故事就此迎来了尾声。总的来说，这部电影无论是剧本、制作还是演技，各方面都很有水准，纯属的不像一部处女座长片。蒙太奇在第34届韩国电影青龙奖和第50届韩国电影大钟奖为导演郑根谢赢得了最佳新人导演的提名。纵观整部电影，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导演使用的叙述性轨迹。所谓的叙述性轨迹，是指作者仗着自己是观众了解故事的唯一渠道，用叙述手法刻意诱导读者向着假象靠拢的一种讲故事方法。这部蒙太奇同时使用了多种叙述轨迹。首先是时间序轨，影片原本的时间顺序是阿珍通过雨伞找到银行，拿到客户名单，请求小白的帮助。此时小白正向上司提出辞职，所以并没有理会。
二人通过旁门左道逐一筛查，最终锁定了老邓，制定并实施了绑架嫁祸计划。然后才是警方请小白协助调查。明明是阿珍的调查在前，警方在后，导演却故意将阿珍的调查剪碎，和警方的调查做了平行交叉剪辑，成功伪造出了小白和阿珍在同一时间双线追凶的假象。除了时间续轨外，片中还有环境续轨，又称地点续轨，指创作者将同一地点叙述成仿佛是多个地点。警方调查老邓的家时，镜头只拍到了小屋的一部分，所以当这些小屋在阿珍的调查过程里出现，观众很难在第一时间认出这2间屋子其实是同一间。为了隐藏阿珍的身份，导演还使用了性别续轨，在阿珍调查绑匪的过程中，穿插了15年前老邓偷盗面包车和绑架男孩未遂的情节，让观众误以为绑架小春的人也是一个穿黑衣、戴渔夫帽的男人，营造出了15年前的绑匪再次作案的假象。导演通过以上几种轨迹的结合使用，在双线追凶的假象下，隐藏了一个这的复仇。当真相终于大白，陈年旧案的罪犯和受害者在15年后的模仿案中角色互换，我都没忍住倒吸口凉气。影片的结构十分完整，但是平心而论，构成轨迹的细节有所欠缺。阿珍的轨迹看似完美，但是他在细节处犯了很多错误，连磁带这么铁的证据都没有销毁。当小春获救后，多半会指出绑架他的不是老邓，阿珍的谎言将不攻自破。彼时绑架案肯定还没过追诉期，想翻案太容易了。阿珍的疏忽可以理解，毕竟她只是一个被折磨15年的母亲，但全片的主要问题其实都集中在老邓身上。在火车站的逃亡过程中，老邓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术素养，而且身体素质也太好了。该片得论矜持，才能在铁路上跑得过2个壮年警察。身为原创出完美犯罪的高智商罪犯，老邓又是藏车，又是绕路，又是穿雨衣戴手套。可15年后，他竟然顶着监控去案发地放花，可能是为了印证那句“凶手总会返回案发现场”的名言吧。可他不光不赶紧把车处理掉，还开着它到处跑，这就很令人费解了。更令人惋惜的是，老邓被模仿犯挟持后的表现。他拥有对外孙女强烈的情感，对作案手法的熟悉，以及高智商和体能，完全有动机，也有能力与试图操纵和嫁祸他的阿珍斗智斗勇。然而老邓全程都在被阿珍牵着鼻子走，要是增加一些冲突和博弈，再采用蒙太奇的手法展示出他主动实施绑架和被动执行的细节反差，这部蒙太奇将更加精彩。相比之下，另一部我曾经简陋解说过的悬疑片《禁闭岛》将叙述轨迹玩得更加完美，推荐大家去看看原片，或者给这条视频点点赞，我就给大家再做一期超级详细的豪华版解说。抛开剧情本身，蒙太奇继承了韩国电影的一贯传统。那个时期的韩国片子总是不乏直面本国社会病灶的现实题材，抨击警察人浮于事的官僚主义，针对追诉期限的老生常谈，才是韩国电影的常规操作。剩下一点时间，我想和大家聊一聊追诉期限存在的意义。根据韩国刑事诉讼法第326条第3号、军事法院法第381条第3号，如果公诉时效已满，仍被提起公诉，应予以免诉。在我们一般人看来，设立追诉时效的直接受益人是逃逸的罪犯。其实设定这一制度，非但不是为了保护罪犯，反而是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当下犯罪。首先，司法存在的首要意义是国家维护社会秩序，惩罚犯罪分子，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公共权力的设立，并不是为特定人解决怨恨，人都有复仇之心。可如果这个社会认可私刑，就会陷入无秩序状态，必须由第三者，也就是国家机器行使刑罚权。而追诉期限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刑罚更加科学合理，而且可以合理使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正如片头小白的同事大傻所说，随着时间渐渐推移，证据会逐渐消失，人类记忆也会逐渐模糊，查明事件的真实性将变得十分困难。如果在法庭上强行展开攻防，可能反而会导致无辜者受害。除此之外，还会认为长期处于逃避生活的犯人相当于受到了处罚，犯人长期藏匿，受到的痛苦不亚于刑事处罚。况且他过了15年还没犯罪，说明已经把自己改造好了，和坐15年牢的效果一样。但事实未必会进入人院，就比如片中的老邓，自始至终没有半点悔恨，无法对法人道的犯罪实施制裁，暴露了追诉时效的局限性。于是2007年，韩国将公诉时效的期限由原来的15年延长到了25年。2015年7月，国会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改，自2015年7月31日起，杀人罪不再适用公诉时效，自此对杀人罪无限期追诉成为了可能。我国刑法第87条也根据不同的法定刑格和刑种，分别确定了不等的追诉期限。可能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的案件，追诉时效达到了20年。如果认为案件有继续追诉的必要，可以报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核准。例如2020年破获的南医大强奸杀人案，就是在案发28年后才终于告破。正是那句老话，正义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只希望正义能来得更早一些。大家还有什么想看却懒得补，或者看完却没完全看懂的悬疑片，不妨把它的片名打在弹幕里，我会抽空给大家解说。如果你也喜欢片片悬疑社系列，请多多一键3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爆肝的动力。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成为频道会员不仅可以抢先观看成为频道中1%的审片人，还可以观看到无删减的影片。
以及以往累计几十部、长达几十个小时的会员影片。赶紧加入片片的频道会员吧！